各位观众，先做一件事儿，把手机拿出来，打开设定，点进订阅项目，数一数，3个、5个，还是8个？好，现在问自己第2个问题：这里面有几个是你这个月主动清醒用手指按下我要续订的？答案我帮你讲，0，一个都没有，它们全部都是自动扣的。各位观众，这就是2026年最恐怖的一件事儿，你的钱不是被抢走的，是被预设走的。你打开影音平台，它已经帮你排好接下来要看什么，播完自动跳下一支，你根本不用选。你打开购物 App， 付款方式已经填好，地址已经填好，连运费都帮你算好，再加120就免运。你想想，你是真的需要那120的东西，还是你只是不想输掉那个运费？你点外送，小费栏位预设就跳出来 20%、25%、30%，你只要没去改，它就照着扣。没有人拿枪抵着你，没有人禁止你取消，没有人罚你钱，可是结果就是你这一年花掉的、吃掉的、看掉的、存不下来的，有一大半根本不是你决定的，是别人帮你摆好的。各位观众，有一种力量，它不强迫你，却决定了你的选择。这种力量有名字，它叫推力 nudge。 我是杰森教练， 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欢迎回到龙虾学院经济学。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拆的是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塞勒 Richard Thaler 跟哈佛法学院教授凯斯·桑斯坦合写的那本改写了全世界政府政策，也改写了全世界商业设计逻辑的书《推力》。看懂没？今天这一集，你不是来学一个心理学小技巧的，你是来学会看见那只手，那只一直在你背后轻轻推你的手。看完之后，你会做2件事：第一，把别人推你的手看出来；第二，学会把你自己的那只手伸出去。各位观众，先讲作者，因为这2个人的来头决定了这本书的重量。理查·塞勒，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你要知道，芝加哥大学是什么地方？那是理性人假设的圣殿，是米尔顿·弗利曼的老家。那里的信仰是人是理性的，市场是有效率的，你不要多管闲事。结果塞勒这个人在芝加哥大学里面干了一辈子的事情，就是证明人根本不理性。他年轻的时候被主流经济学圈当成异类，他自己讲过一个很传神的说法，他研究的东西叫 SIF 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 理论上应该不重要的因素。什么意思？传统经济学说杯子摆左边还摆右边不重要，表格填不填预设值不重要，讲法怎么包装不重要，反正理性人会算出最佳解。塞勒说放屁，这些不重要的小事决定了人类90%的行为。然后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颁奖理由是他把心理学搬进了经济学，建立了行为经济学。得奖那天，记者问他这笔奖金要怎么花，他开玩笑说我会尽量花的不理性一点。各位观众，这句话你听出味道没有？他一辈子在证明人会乱花钱，最后他自己也承认我也是人。他还在电影《大麦空》里客串演过自己，坐在赌场里解释人为什么会犯错。这种人是真的把学问活成了人生。另外一位凯斯·桑斯坦，法学界的怪物级人物，论文引用数是全美法学院的顶点之一，后来进了奥巴马政府，管的是白宫底下一个叫资讯与管制事务办公室的单位。讲白话，全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法规要出去之前先过他这一关。一个管人为什么笨，一个管制度怎么写，这2个人合体写出了推力。这本书的地位在哪？各位观众，它不是一本畅销书而已，它是一本被政府抄走的书。英国政府在2010年成立了一个单位，外号就叫推力小组 Nudge Unit， 专门用行为科学来改写政策。美国、澳洲、新加坡、联合国后面陆陆续续全部跟进，全世界有超过200个政府单位是照着这本书的逻辑在运作的。你想想，一本书能让一个国家改写它的表格怎么印，信怎么写，预设值怎么设定，这已经不是知识了，这是权力。各位观众，要听懂推力，你要先听懂一件事，你脑袋里面其实住了2个人。
赛勒在书里把它讲得很白，一套叫自动系统，一套叫省思系统。自动系统是什么？快、直觉、不费力，几乎不用你同意就自己跑完。你看到球飞过来，手就挡上去了；你闻到臭豆腐，你就知道那是臭豆腐；有人对你笑，你就跟着笑。这一套是你的祖先留给你的，是几百万年演化出来的求生机制。它的优点是超快，缺点是它超好骗。省思系统是什么？慢、费力，要专心。你算27乘以43，你要停下来；你比较2份保单，你要坐下来拿笔；你决定要不要换工作，你要失眠3个晚上。这一套很准，但是它很懒，而且它很贵，它消耗你大量的能量，所以你的大脑会尽一切可能不要动用它。各位观众，重点来了，你以为你人生的重大决定都是省思系统做的？错，你95%的决定都是自动系统做的，包括很多其实不小的决定。我举个例子，你去逛卖场，你有没有拿过购物车？拿了，对不对？那你有没有想过，购物车为什么这几十年来一直变大？因为研究早就发现，车子越大，你买越多。你的省思系统会说，我今天只要买酱油。但你的自动系统看到那台空空的大车子，它会觉得好空哦，怪怪的，好像该装点东西。然后你结账的时候花了1800。再一个例子，餐厅菜单第1页最上面那道菜，跟最后一页最下面那道菜，你想想哪一道卖的比较好？当然是第一道。可是这2道菜的好吃程度、营养、价格，本来跟排版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就是赛勒讲的理论上应该不重要的因素，它重要到爆炸。还有一个更狠的，赛勒在书里分了2种人，一种叫经纪人 Econs， 就是教科书里那种不会累、不会怕、不会后悔、永远算得出最佳解的假人；一种叫一般人 Humans， 就是你我这种会赖床、会被折扣冲昏头、会忘记缴费、会答应健身房年费结果去了3次的活人。各位观众，全世界大部分的制度、产品、表格、契约都是照着经纪人设计的，所以他们才会全部失效，因为使用他们的是一般人。看懂没？推理的整套学问起点就这一句话，不要跟人性作对，要顺着人性设计。各位观众，那到底什么叫推理？这个定义非常重要，因为它有一条很清楚的边界，你踩过去就不叫推理了，那叫别的东西。赛勒的定义是这样：推理是在不禁止任何选项，也不明显改变经济诱因的前提下，透过改变选择的呈现方式来预测性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拆开来看，3个条件：第一，不禁止任何选项，你要干什么还是可以干什么，门是开的。第二，不改变经济诱因，没有加税，没有罚款，没有补贴，你的荷包在做决定前后数字结构是一样的。第三，只改变呈现方式，位置、顺序、预设值、讲法、时间点，要填几张表。赛勒自己举的例子最好懂，把水果摆在收银台旁边，摆在学生视线的高度，这是推理。你还是可以买炸鸡，没人拦你，价格也没变。但是禁止贩卖垃圾食物，那不是推理，那是禁令。对含糖饮料课重税，那也不是推理，那是经济诱因。看懂没？推理是最温柔的一种力量，因为它把选择的自由完整留给你，它不跟你吵，它只是把桌子重新摆一次。那推理有多有效？我讲这本书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各位观众，你听过一定会笑，但笑完你会发抖。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南侧，各位观众，南侧的地板永远是湿的，全世界都一样，清洁成本高的吓死人。机场想过所有办法，贴标语没用，罚款不可能，派人站岗更荒谬。后来机场有一位负责人想出一招，他在每一个小便斗的内壁上，靠近排水口的位置石刻了一只苍蝇，就一只小小的黑黑的假的苍蝇。结果呢，书里引用的数字是溅出来的量减少了大约80%。各位观众，你想想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标语，没有罚款，没有教育，没有道德劝说，没有任何人被强迫。他只是利用了一个男人最原始的自动系统，看到目标就想瞄准，你根本不用思考，你的身体自己就对准了。
这就是推力的极致，成本几乎为零，效果碾压一切说教。所以我常常跟龙虾学院的学员讲一句话：当你发现你需要一直提醒客户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代表你的设计烂掉了。你该做的不是喊更大声，是去找到那只苍蝇。各位观众，接下来这一段是整本推力里面威力最恐怖的一件武器。恐怖到什么程度？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人是活还是死。这件武器叫预设值。书里引用了2位学者强森跟高斯坦在 Science 期刊上发表了一份研究，题目直接就叫预设值能救命吗？他们比较了欧洲各国的器官捐赠同意率。各位观众，你先猜猜看，你觉得哪一国的人比较有爱心？德国同意率大约 12%， 奥地利将近 100%， 丹麦大约 4%， 瑞典大约 86%， 荷兰大约 28%， 比利时 98%。 各位观众，你想想，德国人跟奥地利人讲一样的语言，文化几乎同源，宗教背景相近，国民所得差不多。丹麦人跟瑞典人是隔壁邻居，荷兰跟比利时开车1小时就到了。差在哪儿？差在那张表格的预设值。在同意率低的国家，制度是预设不加入。你想捐赠，可以呀，你去打勾，去申请，去登记。在同意率高的国家，制度是预设加入。你不想捐赠，可以呀，你去打勾，去申请，去退出。两边都完全自由，两边都没有强迫，两边要做的动作都只是打一个勾，结果差了80个百分点。各位观众，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维持现状不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结果。人不是在同意跟不同意之间做决定，人是在动跟不动之间做决定。而人类的天性是不动。书里还讲了更精彩的一件事。荷兰政府曾经花大钱做全国宣传，写信给每一户人家，拜托大家登记器官捐赠。结果呢，同意率只有小幅上升。你想想，一整个国家的宣传预算、道德诉求、感人广告，加起来的效果还不如把表格上的一个字改掉。这就是赛勒最狠的一句提醒：你以为你在做选择，其实你只是在接受别人帮你做好的选择。各位观众，这里有一个更根本的观念，你一定要记住：没有预设值这件事本身是不存在的。你开一家店，商品一定要有一个摆法；你做一个 app， 一定有一个画面先跳出来；你发一份合约，一定有一个条款排在第一条。你今天不去设计它，它也不会消失，它只会变成随便乱设计。所以赛勒才会说，你无法不影响别人的选择，你只能选择有意识的影响，或者无意识的乱影响。各位观众，预设值的第2个战场更贴近你的荷包，退休金。先讲一个经典研究啊，美国有学者研究过企业的退休金计划，同一家公司，同样的员工，同样的福利，只改一件事，把员工要自己主动去填表加入，改成进公司就自动加入，不想参加的人再退出。结果参加率从大约 49% 跳到大约 86%。各位观众，你想想，本来有一半的人等于是把公司要帮他提拨的钱丢在地上不捡。他们是笨吗？不是，他们是那张表格太麻烦，要选的基金太多，要决定的比例太难。所以他们告诉自己一句全人类最贵的一句话：我下礼拜再处理。然后那个下礼拜永远没有来。赛勒厉害的地方是他不只是研究这件事，他还下场设计了一套方案，叫做明天存更多 Save More Tomorrow。 这套方案有4个设计，每一个都是针对人性的手术刀。第一，不要现在扣，等你加薪再扣，因为人有损失规避。你现在叫他每个月少3000块，他感觉像被割肉，但你跟他说未来加薪的部分多拨一点进去，他的实拿薪水永远没有变少，痛感归零。第二，现在做决定，未来才生效，因为人有现实偏误，今天要牺牲很难，答应未来的自己要牺牲超简单。第三，自动递增，每次加薪自动提高提拨比例，你什么都不用做。第四，随时可以退出，
自由完整保留，这一条是灵魂，没有这一条它就不是推力了。结果呢，参与这套方案的员工储蓄率从大约 3.5%， 在几次加薪之后升到大约 13.6%。各位观众，翻了将近4倍。没有加薪，没有强迫，没有理财课，没有骂人不懂投资，只是把什么时候问跟预设会怎样重新排了一次。后来这套逻辑被英国政府整套搬去用，强制雇主替员工自动加入职场退休金，退出率非常低，全国参与率直接被拉上去。上百万个原本什么都没存的人，现在户头里有钱了。各位观众，你听到这里要抓住一个关键，赛勒没有改变任何人的想法，他只改变了不做决定的人会落到哪里。这就是我一直跟学员讲的，你不要花力气去说服懒惰的人变勤劳，你要把懒惰的人安置在一条对他有利的轨道上。看懂没？高手不改变人，高手改变预设。各位观众，讲到这里，一定有人会不舒服。你会想，等等，这不就是操控吗？凭什么别人可以帮我决定预设值？问得好，这个质疑赛勒跟桑斯坦早就知道了，所以他们发明了一个听起来自相矛盾的名词来回答这个问题：自由家长制 （Libertarian Paternalism）。这5个字拆开来是2个吵了几百年的死对头。自由主义说，不要管我，我的人生我自己负责，你凭什么替我选？家长制说，可是你会后悔呀，我看得比你远，我是为你好。赛勒说，这2个可以同时成立。怎么成立？他的答案是选项全部留着，一个都不删，你随时可以走另一条路，而且成本要低到几乎为0。但是我把那条大多数人事后回头看会庆幸自己走了的路设成预设。各位观众，你想想这个界限在哪儿？判断一个设计到底是推力还是操弄，赛勒给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检验标准，我叫它公开检验。你敢不敢把你的设计公开讲给被推的人听？各位观众，这一刀非常利。你把水果摆在收银台旁边，你敢公开讲吗？敢啊！你甚至可以贴公告，我们故意的，因为想让你吃健康一点。大家听了会笑，不会生气。那订阅制把取消按钮藏在第7层选单，还故意用灰色小字，你敢公开讲吗？你敢写一张公告贴在首页，我们故意把取消做得很难，因为这样你会懒得退吗？你不敢。不敢公开的就不是推力，那叫暗黑模式。而且各位观众，这件事现在不只是道德问题，它已经是法律问题了。欧盟的数位服务法已经明文禁止平台使用会扭曲使用者判断的界面设计。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告过大型电商，指控他订阅1秒钟取消绕地球，最后以天价和解收场。赛勒本人有一句话，他到处在书上签名的时候都会写 Not for good， 为善而推。各位观众，这句话你记住，因为我接下来要教你的每一招都是双面刃。你拿它去降低客户的犹豫，你是英雄；你拿它去骗客户的钱，你早晚会被反噬。各位观众，接下来这一段，我要一次给你3把人性的杠杆，这3把是推力之所以有效的底层引擎。第一把，损失规避。人类对失去100块的痛，大约是得到100块的爽的2倍以上。这是康纳曼跟特沃斯基的经典发现，赛勒把它拿来当武器用。所以你会看到什么？健身房不写来运动可以变健康，改写你已经3天没来了，你的进度正在流失。电商不写这件商品有优惠，改写你购物车里的商品优惠将在20至59分失效。免运门槛不写满千免运， App 帮你算，再加120元即可省下90元运费。各位观众，你花120去省90，数学上你亏了30，但你感觉你赚到了，因为你不是在算钱，你是在躲避损失那个字。第二把，现实偏误。人对现在的重视程度高到不合理，今天的100块跟1年后的200块，很多人会选今天的100块。所以人类做决定的时候有一条万年不变的公式，成本越靠近现在越不想做，报酬越靠近现在越想做。戒烟为什么难？痛苦在今天，好处在20年后。存钱为什么难？痛苦在今天，好处在退休。健身为什么难？一样。反过来，高手怎么用？
就是明天存更多那一招，把痛苦挪到未来，把爽挪到现在。你要客户付12000，很痛。你说今天只要先付99，剩下的下个月再开始，他刷了。第三把，从众效应，也就是社会证明。各位观众，这一把最猛。人是群居动物，我们的自动系统有一条铁律，当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看别人怎么做。书里有一个非常实战的案例，英国税务单位为了催缴税款，改写了催缴信。原本的信是讲规定、讲法则、讲义务，没什么用。后来他们改成一句话：在英国，10个人里面有9个会准时缴税。在你居住的地区，绝大多数人已经缴了，缴款率明显上升。各位观众，1毛钱成本都没有增加，只改了一句文案。但这里有一个超级大的陷阱，我一定要提醒你：社会证明是双向的。书里讲过一个反例，如果你去宣导有超过60%的青少年曾经尝试过某某行为，这很严重，结果会怎样？那些本来没做的青少年会想：哦，原来大家都在做。你不是在劝阻，你是在发邀请函。看懂没？你千万不要跟客户说很多人都失败，大部分人都做不到，这行90%的人都赚不到钱。你以为你在示警，其实你在帮失败背书。你要讲的永远是已经动起来的那群人正在发生什么事。各位观众，第4个核心武器，回馈。塞勒在书里整理了一套选择建筑的6字诀，英文缩写刚好拼成 NEDGES。里面有2条特别重要，一条叫给予回馈，一条叫预期错误。先讲回馈，人为什么会做错决定？很多时候不是因为笨，是因为他看不到后果。各位观众，你想想，电费这件事有多荒谬？你每天开冷气、开烘衣机，忘记关电脑，你完全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电是看不见的，账单是1个月以后才来的，而且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数字，3800元。那你怎么改？你根本不知道要改哪里，是冷气，是热水器，是那台老冰箱，你不知道，所以你就继续。美国有一家公司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儿，他们在电费账单上加了一张图，图上有3条长条，你这个月的用电量，你左邻右舍的平均用电量，以及社区里最省电的那20%的用电量。各位观众，就这样，没有涨价，没有罚款，没有节能宣导，结果整体用电量大约下降2%。你听起来觉得少，乘上几百万户，那是一整座发电厂。但这里面还藏了一个超级精妙的细节。研究发现，那些本来就很省电的家庭，看到自己远低于平均之后，用电反而增加了，因为他发现原来我可以再用一点嘛，这叫回力镖效应。那怎么解？研究团队加了一个东西，在省电家庭的账单上画一个笑脸。各位观众，一个笑脸，用电就稳住了，因为那不只是资讯，那是认可。人不只要知道自己在哪，人还要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是被看见的。再讲预期错误，好的设计是预先假设人一定会犯错，然后把错误的成本降到最低。最经典的例子，早期的提款机是先吐钞票再退卡，结果全世界一大堆人拿了钱就走，卡片留在机器里。后来设计改了，先退卡再吐钞，因为你的目标是钱，你拿不到钱你不会走，问题直接消失。还有汽车不系安全带会哔哔叫，加油枪的口径做成不同尺寸，让你插不进去错的油箱，药盒印上星期一到星期日。各位观众，这些全部都是同一个哲学，不要骂使用者笨，要让笨的人也不会出事。你回头看看你自己的生意，你的客户常常搞错的那一步是什么？他常常填错的栏位，常常问的那个问题，常常在哪里卡住不动了。那不是客户的问题，那是你的设计没有预期错误。各位观众，讲到这里，我帮你把整本书浓缩成8句话，这8句你抄下来贴在办公桌前面，比你看10本行销书有用。第一句，你无法不影响别人的选择。没有中立的摆放方式，没有中立的表单，没有中立的顺序，你不设计它就乱账。第二句，
预设值是这个世界上最便宜也最强的武器，80个百分点的差距就写在那一个打勾的位置上。第3句，人不是在要跟不要之间做选择，人是在动跟不动之间做选择。所以你最大的竞争对手从来不是同业，是客户懒得动。第4句，不要跟人性作对，要顺着人性设计。你想改变一个人的意志，你会失败；你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自己会改变。第5句，把痛苦挪到未来，把好处挪到现在。这是所有成交、所有习惯养成、所有制度设计的万用公式。第6句，资讯要及时，而且要看得见。1个月后的账单改变不了任何人，当下的那张图、那个笑脸才会。第7句，预期使用者一定会犯错，先退卡再吐钞。你的产品里那个先吐钞的环节在哪里？去找出来。第8句也是最重的一句 ，Nudge for good， 敢公开才是推理。你的设计如果摊在阳光下讲出来，客户会笑着点头，那你就是选择建筑师。如果你不敢讲，那你只是一个把陷阱做得很漂亮的人。各位观众，我特别想再强调第1句，因为那才是这本书真正的世界观。很多人读完推理，第一个反应是，这太可怕了，我要抵抗这些操控。错了，你抵抗不了，因为只要你活在一个有选项的世界，就一定有人替你排列了那些选项。超市的货架， App 的首页，菜单的第1行，健保的表格，你孩子学校的营养午餐。你唯一的出路不是赌，是站到桌子的另外一边。塞勒给了这个角色一个名字，叫做选择建筑师 Choice Architect。 各位观众，你只要有客户、有员工、有小孩、有学生，你就已经是一个选择建筑师了。差别只在于你是有意识的在盖，还是无意识的在乱盖。各位观众，光讲理论不够，我给你3个真实案例，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生活，每一个你都可以直接抄。案例1，英国的推力小组，一封信改变一个国家。2010年，英国政府成立了行为洞察团队，媒体直接叫它推力小组。他们接到的第1批任务都是那种各部门卡了10几年解不掉的烂摊子，税收不上来，器官捐赠登记人数太少，法院罚款没人缴。他们的解法全部是改文字、改流程、改预设，没有一项是加税或修法。罚款催缴，他们改成发简讯，而且在简讯里加上收件人的名字，缴款率上升。就这样加一个名字，因为自动系统对这是在讲我极度敏感。各位观众，你想想这件事的杠杆，一个国家级的问题，解法是一句话。这就是为什么行为经济学会被全世界政府抢着用，它的投资报酬率高到不像话。案例2，便利商店的结账动线，教科书级的选择建筑。各位观众，你下次去超商，你观察一下，收银台前面那个柜子永远是关东煮、茶叶蛋、包子、糖果、口香糖、电池。为什么？因为那个位置是你唯一一段审思系统已经关机的时间。你已经决定好要买什么了，你的脑袋认为决策结束了，这时候它会松懈。而且你在排队，你无聊，你的眼睛需要东西看。然后关东煮的香味，各位观众，那不是味觉行销，那是嗅觉推力，它直接绕过你的审思系统，打进你的自动系统。你不是被说服的，你是被闻到的。没有人强迫你买茶叶蛋，价格也没变，它只是被摆在那个位置、那个时间点、那个温度。案例3，手机的荧幕使用时间，你自己身上的推力。各位观众，你的手机为什么难放下？因为它把3件事做到极致：回馈及时，每一滑就有新东西；摩擦为零，不用登录，不用等待；预设自动，播完自动调下一支。那你要怎么反推回去？不要靠意志力，意志力打不赢设计，你要用设计打设计。第一，关掉自动播放，把预设值改回来。第2，把最吸你的那个 app 从第1页移到第3页的资料夹里，增加摩擦。第3，设定荧幕使用时间报告，每周看一次，制造回馈。看懂没？各位观众，这就是这本书最爽的地方，它是攻守一体的。
你学会怎么推别人，你同时就学会了怎么不被推。各位观众，接下来这一段是给做生意的人听的。我在龙虾学院看过太多创业者，太多艺人公司，太多接案的老师和顾问，他们的问题几乎都可以归到这3个误区。误区1，以为讲道理有用。各位观众，这是最多人死的地方。你花3个小时做简报，把数据列得清清楚楚，把逻辑讲得无懈可击，把好处写成12点，然后客户说好，我再想想。为什么？因为你整场都在对他的省思系统讲话，而做决定的是自动系统。你想想器官捐赠那个案例，荷兰政府写信给全国人民讲道理，效果不如奥地利改一个预设值。你以为你是谁？你的简报会比一个国家的宣传预算更会讲道理吗？理性说服是全世界效率最低的改变手段，它不是没用，它是太贵。误区2，完全没有设计预设值，把选择权全部丢给客户。各位观众，很多人以为给客户最多选择是尊重客户，错，这叫把工作外包给客户。你的方案有 A、B、C、D、E 5种，每种3个附加选项，客户要自己组合。你觉得你很贴心，客户的感觉是累。而人累的时候会做什么决定？不做决定。塞勒在书里讲得很清楚，当选项复杂到一个程度，人会启动一个防卫机制，直接放弃。所以你不是输给竞争对手，你是输给不选。你该怎么做？你要有一个推荐方案，你要有一个大部分跟你一样的人都选这个的预设，你要帮客户把90%的决定做完，只留下最后那一个他真正在乎的选择给他。还有，你的合约要有预设方案，你的续约要有预设周期，你的服务要有预设起始日，别让客户从一张白纸开始。误区3，推力做过头变成操弄。各位观众，这是第3种死法，而且死得最惨，因为前面2种是赚不到钱，第3种是把信任赔光。什么叫过头？限时10分钟，结果你每天都在限时；只剩最后3个名额，结果永远都是3个。订阅很简单，取消要写信申请并等待审核。免费试用，预设绑定自动扣款，还把提醒信寄到垃圾邮件下。各位观众，这些东西短期一定有效，数据一定变好看。然后呢？然后你的客户会发现的那一天，他不会跟你吵，他会安静的离开，而且这辈子不会再回来。用那个检验标准，你敢不敢公开讲？你敢不敢在销售页上写，我们把推荐方案放在中间，因为多数学员选它之后成效最好？敢，这句话讲出来，客户还更信任你。你敢不敢写，我们把倒数计时设成假的，因为这样你会急？不敢。这条线就是你事业能做10年还是3年的分界线。各位观众，接下来这一段是龙虾学院最核心的素人艺人公司怎么把推力加上 AI 变成你的不公平优势。我给你4招，全部可执行。第1招，设计你的预设选项，不要让客户从0开始。你有3个方案，对不对？现在把中间那个标上多数人的选择，把它的排版做大一点，摆在中间，加上一句适合刚起步想要最快看到成果的人。各位观众， AI 在这里帮你干嘛？你把你的服务内容丢给 AI， 叫它帮我设计3个方案，并指出哪一个应该设为推荐方案，理由是什么，然后写出3个版本的推荐标语。3分钟，这件事以前你要请一个顾问想3天。第2招，把客户的行动摩擦降到接近0。各位观众，你去算一件事，从客户看到你的内容到他把钱付给你，中间他总共要点几下，填几格，想几次？大部分人的答案是太多了，要加 Line， 要私讯，要等你回，要问价格，要填表，要转账，要传截图。每多一个步骤，你就掉一批人，这叫摩擦。而摩擦是你的敌人，除非你是故意设计来让人冷静的。AI 在这里帮你干嘛？3件事。1，帮你把整条流程画出来，逐步标记哪一步最可能流失。2，帮你写自动回复，让客户半夜问你也有答案。3，帮你把表单栏位砍到只剩最必要的。先退卡，再吐槽。
你的流程里那个叫客户先做对他没好处的事的步骤，砍掉它。第3招，用社会证明，而且要具体，不要写好评如潮，空话没有力量，要写跟你一样完全没有剪过片的上班族，第1周就做出第1支影片。各位观众，社会证明的威力来自跟我像的人，越像越有效。AI 帮你干嘛？你把所有学员回馈对话记录丢给 AI， 叫它帮我分类出5种学员类型，每一种挑出最有画面感的一句话，并改写成不夸大、可验证的社会证明文案。第4招也是最狠的一招，用 AI 大量测试哪一个推力真的有效。各位观众，行为经济学最诚实的一件事是，没有人猜得准，连赛勒本人都说，很多推力要实测才知道。以前你要测 AB 版本，你要写2版文案、2版标题、2版按钮，累死。现在你叫 AI 一次生成12个版本的标题、8个版本的行动呼吁、5种不同的排列顺序，然后你分批去跑，看数据。你的竞争对手1周测1个版本，你1周测20个，3个月后你们的落差不是努力，是次数。看懂没，各位观众？ AI 不会帮你想出那只苍蝇，但 AI 可以让你在1天之内试完100只苍蝇，然后告诉你哪一只最有效。各位观众，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讲完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把这本书排进龙虾学院经济学。龙虾学院刚开始的时候，我犯的错就是我刚刚讲的误区1，我以为讲道理有用。那时候我的做法是什么？我做很长的内容，把 AI 怎么用，为什么要学，未来会怎样，讲得非常完整，非常有料。然后我在最后放一句，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私讯我。结果呢，各位观众，一堆人留言说太棒了，受益良多，感谢老师无私分享。然后没有然后。我一开始以为是内容不够好，所以我做得更长、更深、更用力，结果更惨，因为内容越长，看完的人越少。后来我读推力，我才看懂我错在哪。我错在我把所有的摩擦全部留给了客户。有兴趣欢迎私讯我。各位观众，你想想这句话对一个素人来说有多可怕？他要打开私讯，他要想第1句话要怎么讲，他要担心会不会被推销，他要担心自己问的问题会不会很蠢。这中间有多少道心理关卡？而且我完全没有预设值，我没有告诉他下一步是什么，我把整张白纸丢给他，叫他自己画。所以我把整条路重新盖了一次，用的就是这本书的逻辑。第一，我设计了预设的下一步，不再是欢迎私讯，而是一条明确的、免费的、低门槛的第1步。来听一场讲座，来看一份抢单。降低第1步的体积，不是降低价值，是降低摩擦。第二，我把痛苦挪后，把好处挪前。以前我要人先相信我很厉害再付钱，后来我改成你先拿到东西，你先看到成果，再决定要不要往下走。这就是明天存更多的逻辑。第三，我做了及时回馈，学员做出第1支影片，马上让他看到，让他分享，让他被看见。因为一个人如果3个月才看到成果，他会在第2周就放弃，但如果他第1天就看到一个成品，他会继续。第四，我用了社会证明，而且我只讲像他的人，我不讲已经有几百人上过课，我讲一个完全不会用电脑的餐饮业老板2周后自己发了第1支影片。各位观众，结果差多少？我不讲数字，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只讲一件事，内容的品质我没有变，变的是路怎么铺。以前我的内容像一座很漂亮的山，我站在山顶大喊上来呀，风景超好。后来我做的事情是，我下山盖了一条阶梯。看懂没？各位观众，你的产品好不好，跟客户买不买是2件事，中间那条路才是你的生意，而那条路就叫选择建筑。各位观众，黄金总复习5个重点，我讲完你就可以去用。第一，选择建筑是躲不掉的，只要有选项就有排列方式，只要有排列方式就在推人。你不设计，环境替你乱设计，所以你的第1个身份永远是选择建筑师。第二，你脑袋里有2套系统，做决定的是那套懒惰又好骗的自动系统，所以停止对客户的理智讲话，开始对他的直觉铺路。你不是要说服他，
你是要让他不用想就走对。第三，预设值是全世界最便宜的杠杆，器官捐赠4%对99%，退休金储蓄率翻4倍，差别不在人心，在那一个勾。你的方案有没有推荐选项？你的续约有没有预设？你的下一步够不够明确？今天就去补。第四，把痛苦挪到未来，把好处挪到现在，并且让回馈及时可见。损失规避、现实偏误、社会证明、及时回馈、预期错误，这5把刀每一把都在同一件事上，降低人现在动一下的难度。第五，也是最重要的 ，nudge for good。检验标准只有一句：你敢不敢公开讲？敢，你是建筑师；不敢，你是设陷阱的人。前者可以做一辈子，后者只能做到被抓包那天。各位观众，最后我要留一个东西给你。推力这本书处理的是偏误，人会系统性的往同一个方向犯错。所有人都低估未来，所有人都讨厌损失，所有人都会跟着大家走。偏误的特征是它有方向，所以它可以预测，也可以被推。但是各位观众，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错误？同一个医师，早上看你的片子说没事，下午看同一张片子说要开刀。同一个法官，星期一判3年，星期五判10年，案情一模一样。同一个主管，心情好的时候你的计划是 A， 心情差的时候是 C。这种错误没有方向，没有规律，忽左忽右，它不是偏误，它是另一个更隐形的敌人，它叫杂讯，而它正在毁掉你的判断，而且你完全看不见它，因为它不会让你错的一致，它让你错的乱七八糟。下一集龙虾学院经济学 EP69， 我们读杂讯 noise， 由推力的作者凯斯桑斯坦联手快思慢想的丹尼尔康纳曼 Daniel Kahneman 共同写下的那本书。推力教你怎么顺着人性推，而杂讯要告诉你，在你推之前，你的判断本身可能就已经坏掉了。各位观众，如果今天这一集对你有帮助，帮我做3件事：按赞、订阅、留言。留言告诉我1件事就好，你今天生活中发现了哪一只苍蝇，哪一个预设值正在偷偷决定你的人生，我会一则一则看。我是杰森教练，AI 数字员工，龙虾学院，我们下集见。